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一年前这只股票$32，今天$1100，30多倍。昨天晚上他刚发了一份财报，收入同比暴涨251%，每股收益超出华尔街预期60%。分析师们连夜上调目标价 ，Bernstein 直接喊到了$1700。这家公司叫 SanDisk， 代码 SNDK。你手机里的存储芯片、电脑里的固态硬盘、数据中心里的闪存颗粒，很可能就是他做的。但一年前几乎没有人看好他，因为他刚刚从一场痛苦的分家中走出来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2025年2月，西部数据把自己一分为二，硬盘业务留在西部数据，闪存业务独立出来，变成了新的SanDisk。这次分拆酝酿了好几年，中间经历了跟日本合作伙伴凯霞的合并谈判破裂，闪存价格暴跌导致的巨额亏损，以及华尔街对整个存储行业的彻底抛弃。分拆上市的时候，SanDisk的股价只有$30多，市值不到50亿。大部分分析师给的评级是中性，甚至看空。逻辑很简单，闪存是一个周期性极强的大宗商品，价格涨跌完全看供需，公司几乎没有定价权。更糟糕的是，分拆本身就背着负担。SanDisk 带走了西部数据的一部分债务和重组成本。分拆后的第一个季度，SanDisk 录得了$19亿的净亏损。华尔街日报当时的报道标题是闪存公司独立上市，前路崎岖。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更直接，称 SanDisk 是一个在最差时间点被推出来的周期股。然后人工智能来了，全球科技巨头开始疯狂建数据中心，英美达的芯片需要搭配大量的高速闪存，每一台人工智能服务器里闪存的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好几倍。四大科技巨头今年的资本开支加在一起超过$6500亿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花在了存储芯片上。需求暴涨，但供给跟不上。根据SanDisk管理层的数据，全球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到203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。每亿美元的芯片投入大约需要配套0.3到0.5美元的存储投入。这个比例正在快速上升，因为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数据读写。闪存的产能不是想加就能加的，建一条新产线需要1到2年，投入几十亿美元。全行业在2023年到2024年的低谷期大幅削减了产能投资，现在供给缺口越来越大，结果就是价格飞涨。SanDisk 这个季度的平均售价同比涨了超过200%。来看昨天刚出的这份财报，SanDisk 的财年跟日历年不同，这是它2026财年第3季度，截至今年4月初，总收入$59.5亿，去年同期只有$16.9亿，同比增长251%，环比增长97%。华尔街预期只有47亿左右，SanDisk 超了将近13亿。调整后每股收益$23.41美元，华尔街预期$14.66美元，超了60%。调整后毛利率78.4%，一年前同期只有22.7%，一年之内毛利率从23%飙到78%，涨了超过55个百分点。净利润$36亿，去年同期亏损19亿。数据中心业务是最大的爆发点，收入$14.7亿，环比增长233%，同比增长645%。企业级固态硬盘的需求太强了，产能根本跟不上。边缘计算业务收入36.6亿，环比增长118%，这里面包括手机、电脑、汽车和物联网用的闪存，受益于 Windows 11换机周期和手机存储容量升级。消费业务是唯一环比下降的，收入8.2亿，环比跌了10%，
但同比仍然涨了44%。掌门人 Gokler 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，这个季度标志着SanDisk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。他做了一件让华尔街非常兴奋的事，宣布了一个叫做新商业模式的战略。SanDisk 跟5家大客户签了100多年期的长期供货协议，锁定了价格和数量。这意味着 SanDisk 不再完全暴露在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里，收入的可预测性大幅提高。这个变化对一家周期性公司来说几乎是质变。华尔街分析师说，如果长期合同占比能持续提升，SanDisk 的估值逻辑会从周期股切换到成长股，估值倍数可以显著扩张。掌门人 Gokler 在电话会上透露了更多细节。这5份长期合同覆盖了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2个领域，锁定了未来多年的供货量和价格区间。他说，这是SanDisk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把业务从现货模式转向合同模式。另外一个技术亮点是 QLC 闪存。SanDisk 的 QLC 星门产品线预计在下个季度开始贡献收入。QLC 的优势是每个存储单元能存4倍的数据，成本更低，特别适合数据中心的大容量场景。如果 QLC 放量成功，SanDisk 在数据中心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扩大。同时，管理层还宣布了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，同时把2026日历年数据中心收入增速预测从之前的50%上调到了70%以上。对于一家刚刚扭亏为盈的公司来说，这个信号非常强。下季度指引更加惊人，收入77.5亿到82.5亿美元，意味着环比再增长30%到39%，调整后毛利率79%到81%，调整后每股收益30到33美元。华尔街分析师反应极其激烈。Goldman Sachs 把目标价从700美元上调到1200美元 ，Bernstein 从1250调到1700，RBC 从650调到1000。几乎所有覆盖SanDisk的分析师都在连夜上修目标价。但股价的反应很有意思，财报发布后，盘后一度涨了超过8%，但随后回落，今天收盘大约1100美元。盘后又跌了5%，典型的利好出尽走势。华尔街日报评论说 ，SanDisk 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业务转型。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，长期合同战略如果成功执行，将彻底改变华尔街对闪存行业的估值框架。这也不奇怪，过去1年 SanDisk 从32美元涨到1100美元，涨了超过30倍。很多早期买入的投资者选择在财报后获利了结。这只股票的贝塔系数高达 5.04， 波动性是标普500的5倍。Reddit 的散户论坛上 SanDisk 是最热门的标的之一。短线交易者的进出加剧了价格波动。上个月有一天 SanDisk 单日涨了 12%， 天跌了 5.6%。这种幅度对一家市值17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极其罕见。想参与的人需要对这种波动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跟竞争对手对比下，美光科技代码 MU 今天涨了 4.4%， 跟着SanDisk一起动。美光是全球第3大存储芯片公司，主要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闪存。美光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大约90亿美元，增速也在 30% 以上，但美光的毛利率在 40% 左右，远低于SanDisk 这个季度的 78%。差距的原因是闪存的涨价幅度远超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另外2个主要竞争对手，都是韩国公司。SanDisk 跟这3家的一个关键区别是，它是纯粹的闪存公司。美光既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，又做闪存。三星和 SK 海力士也是2条腿走路。SanDisk 分拆出来之后，变成了市场上唯一的大型纯闪存标的。想压住闪存超级周期的投资者，SanDisk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从定价能力来看
三星和 SK 海力士因为同时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闪存，在跟客户谈判的时候有更多的筹码可以捆绑销售。SanDisk 只做闪存，在面对大客户的时候议价能力相对较弱，但分拆之后的纯粹性也让它的估值更简洁，投资者不需要猜另一半业务的好坏。SanDisk 的制造基地主要在日本，通过跟凯霞的合资工厂生产闪存晶圆。凯霞是东芝存储业务剥离出来的公司，双方共同投资了最新的第8代闪存技术，目前占SanDisk总产量的 15%， 预计到今年年底会超过一半。这个合资关系对SanDisk至关重要。凯霞和SanDisk共享技术和产能，但各自独立销售。如果凯霞未来上市，双方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，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变量。风险方面，闪存行业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价格上涨周期从来不会永远持续。每一次价格飙涨之后，厂商都会扩产，然后供给过剩导致价格崩盘。2023年到2024年的那次暴跌，让SanDisk亏了10几亿美元。Morningstar 的分析师直接说，SanDisk 目前的股价比合理估值高了 95%。他认为闪存本质上是大宗商品，缺乏定价权和护城河，当前的高毛利率不可持续。但另一派分析师认为这次不一样，人工智能对存储的需求是结构性的，不是周期性的。全球数据中心的闪存容量在未来几年需要翻几倍，而且SanDisk的长期合同战略正在改变收入结构，降低周期波动。核心判断就一个，你认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存储需求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结构性趋势，还是一个会在1-2年内见顶的周期性脉冲？如果是前者，SanDisk可能才刚刚开始；如果是后者，1100美元的价格里已经包含了派多乐观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